就是有一个男朋友，他其实就是也是上班族，然后最可怕的小三呢，就是同事，他们还要出国去出差。那时候就觉得公司的应该是不会怎样，而且他有说他们会分房睡，然后结果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是在帮我男朋友收拾行李嘛，然后行李就翻一翻，哎。现在有一条女生的内裤，然后重点是我、就是，你还相信了？对，我还相信。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就还跟我说，哎，那你平常会手洗内裤，你顺便把这一件洗一洗。你还手洗，听到3这个数字，有些人会感到特别的反感。不管是你当过小三，还是你遇过小三，都让人非常的愤怒。或者是你玩那个洗发的时候，3是不是也是 B G 的意思？B G 就是最小嘛。B G 不 OK， 或是玩大老二，你看到3，哇，梅花3最小。好烂的。所以3没有任何地方是就是叱咤风云的吗？御饭3人成虎。对，哦，一直是三角形。OK， 好。那我们今天呢，请来几位来宾呢，他们对于3这个数字格外的敏感，不知道是。其实女生应该都会吧，都敏感，都敏感啦。男生应该也会敏感。当然啦，因为如果女生逼问你这方面的事，你应该也会觉得很痛苦。又或者是那个交往之后发现，哇，原来他还有另外一方小王。哦，男生也会担心小三的事。当然呢，这跟性别无关的。你在遇到的哇，现在怎么收拾这个场面？很尴尬。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聊，你是不是曾经当过小三？因为有些人真的不知道你已经是小三了，有些是真的被骗。所以现场有当过小三的举手。我是差一点的。但是后面有2位真的当过，是故意要当的还是不小心？不小心就是交往之后才发现，哎，怎么因为男生都用骗的，超没水准，故意也不会上来了，真的。所以这位有小姐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嘛？对，刘小姐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您是？你好，我是那个两性的 YouTuber 这样子。他的主题都很特别，因为像我很喜欢，你有在 follow 他？我在 follow 他，因为他都会去访问一些，比如说男公关、女公关，或是专门被包养的女生，或是专门包养女生的男生，就会问他们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因为他都是用电话访问，所以那些人不会露脸，他们就会很老实，讲得很全部 detail 都讲出来。你先跟我们唠一个你听过最荒诞的事啦。最荒诞，不一定要小三。可是我觉得对你来讲应该都还好。为什么？你有访问过的一个是他。你不是说好匿名，我才用电话讲的吗？不是说好匿名。你有 Patrick 是我们学长，我跟你说，他以前在学校真是风云人物，但是。直接讲他以前在华冈艺校有多荒诞，真的，我不是荒诞的。下台的时候会有女生凑过去说：“柳丁学长可以给我。”白痴啊！不要讲出来！他绰号叫柳丁，My God！ 不要播！好丢脸啊！我也拍过，所以他是因为才艺被学妹喜欢，还是什么？还是因为是柳丁？应该是颜值吧，对吧？颜值，你不要为了上节目说谎好不好？这样不行。对啊，我主持完，你有冲过来跟我拍照啊？我真的有去跟他拍照，我就是那个拿着手机说柳丁学长可以跟你合照一张，所以他人很好，所以他在学校是专门负责主持一些什么特别的活动，一些大型活动，然后华冈不是都会有那个什么圣诞晚会，所以就是风云人物。对他真的是，所以他在学校大家就是说，只要一说柳丁学长，这样都会习惯柳丁，以后就叫你柳丁了。真的，是主持人柳丁。而且柳丁很适合配这个舞，柳丁，因为很老派啊。柳丁看见了老派，欢迎。然后你要跳那舞，让我们欢迎最新的搭档柳丁。很老啦。很适合你耶，完全很活力。柳丁，你拍谁更适合？而且你说他还在那边洗衣机，没有，真的，就柳丁才是柳丁很适合吸收小以后韩团来我都不
成柳丁。好，然后全场傻眼。不会，他们会很喜先把欢。粉砖改名改叫柳丁，很有记忆点。好了，所以你为什么会当小三？我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是他都跟我说他的女朋友是前女友，就他跟我讲话的时候都说前女友，通常会手都这样。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我是正宫，就自以为正宫。对，你觉得他们已经真的是分手了？真的，我一直以为他们分手了。然后我发现的点超白痴，就是超智障，男生可能要学起来。反正那时候圣诞节，他就忽然间说他要买圣诞蛋糕，就去台中一间名店，然后他就买一个蛋糕给我，然后说他另一个买给他妈妈，就买2个一模一样的蛋糕，那种漂亮蛋糕。然后我就开开心心的回家，回家之后吃了第一口，我想说女生的直觉不对，哪有妈妈吃那么甜的？你只吃一口蛋糕你就发觉了，我就那是直觉就是太第6感，太灵敏了，蛋糕一定不是妈妈的啊，我不知道哎。然后嘞，然后我就不动声色，因为我很聪明，这样讲自己聪明。反正就是我就想说，就不要给他任何线索。然后等到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直接说，你那蛋糕不是买给你买的，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直接因为我是正面对决，反正但是我没有要呛他什么，然后你就看他第一反应，就是他敢不敢直接说给你，他就这样停住，然后这样看我，就是那个反应就是了。然后我就第2句就直接说为什么要骗我，就直接就是他就是，然后他就说好吧，就道歉啊，就假装都知道。然后道了歉之后，你还继续跟他在一起吗？没有，就分手。然后分手之后，我又原谅他，然后让他重新追我一次，我想让他追。他重新追有变得招式比较不一样吗？就更努力。所有东西都半糖、减糖、微糖，差不多。男生追女生招式都差不多吧？你到底为什么会整我？我到底怎么了？我们只是同学校。你既然提到，我就再问一下，请问以前柳丁追人，你有就是被学校封为说哇这招太赞了吗？哦，好像没有到太赞，但是大家觉得还没很多。请问一下，在大学看到他的外形，你们会觉得说想要跟在他后面就是柳丁？不可能，除非他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或者你当然不可能啊，你早就毕业了。我们今天是在讲说审美观念。对啊，你那些女生一定是你花钱买来，因为你家很有钱。你乱讲，他家很有钱，他应该乱讲。听说我自己赚钱的，是吗？所以跟在你后面的女生是怎么了？没有人跟我啊。刘伯承，你是看到什么？你讲什么？丁冠文 ，baby，我跟他请你不要他刘伯承。柳丁真的很好，因为我跟他不同学校，可是我同学的合照我就看过他，而且女生是我们学校很正的女生，不会吧？然后就都是跟他的合照，所以我大学就看过他了。所以跟他合照是因为喜欢柳丁哦。他们2个几乎都是一起在拍照，我也知道为什么。啊？你跟别校的谈恋爱？我跟别校的。你自己跟本人都不知道，我知道了。标准男人反应，标准真的，渣男的标准反应有吗？烂柳丁啊，烂的柳丁。我没有他在讲谁啊？柳丁，烂柳丁，烂柳丁。我被炸了！救我！你叫阿涛出来救你啊！还把他护着说，好柳丁。好可怕哦！好了，所以 baby 你是真的是不小心，因为刚刚他是不是有说，就是说跟男生说手机拿来我检查，对，这一招真的不能用，因为他有戒心啊，他就知道说你对他的手机已经有防备性。可是你前面都不要讲话，对，所以你就是不讲话，你已经感觉有问题的时候，直接改天等到他已经在滑手机的时候，直接一把撞。一把抓。还有一个诀窍，我绝对不会跟他2个人单独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我会约他在公共场合，比如说公园，这样旁边觉得很丢脸，就是在茶街，就在茶街直接跟他吃饭。东区。对，在那边喝茶，然后他在滑手机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感觉不太对劲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看到底你不对劲的点是什么？因为像他是吃了蛋糕，发现这个甜度不对。对，你呢？那个男生的不对劲就是他常常看着手机的讯息，然后笑。对，笑，你们都有经历过是不是？对，而且他的笑就会让你觉得说，你好像聊天聊得很开心，害羞的笑，或者是得意的笑。然后他手机一定会就是例如说你坐他旁，他一定会这样亲着，而且他那一阵会换静音，撇一边，他会想办法坐你对面，他不会坐你旁边。对，
对，你就会觉得有点不太对。因为刚才恋爱一定要坐在一起同一排啊，要牵手什么的。可是那阵他就是很喜欢，就是坐在对面，然后他就尽量不要让我坐在旁边。然后你现场把他手机，我就直接抢走啊！抢走之后，第一件事情你知道怎样吗？怎样？他跑出去，他直接绕跑。他因为他不敢面对，他觉得手机在我手上，然后他就吓到，他真的吓到，他直接往外跑。然后我就拿手机，然后我想说，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就干脆就是看一下。然后我就找到几个女生，我之前就怀疑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问。而且我是一个打过去，我就说喂，我是某某某的女朋友，请问你也是吗？请问你也是吗？我说你也是吗？因为我就正面对决，我要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那个女生就会说，她就会开始支支吾吾。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应该也是跟他有什么关系吧？我们要不要来谈清楚？可是小三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小三通常都会说，我累了，我不想。小三很喜欢装无辜、装可怜然后他跑出去后来怎么回来？最后是他用他妹妹的手机打电话给我，跟我要回手机的。所以你这个是抓到小三。对。哎呦，有人也是在通讯软体上面抓到。我跟你说，我也有。秋文也有。我是因为你知道现在的那个Apple 那个系统，它是连结的。比如说你现实你马上拍了照，你就会传到电脑。那时候我抓到的那个男朋友是交往4年多的。然后反正就是也是见过父母啊什么的，然后我想应该是要结婚嘛，结果没想到后来他就是不断的一直嫌弃我的外表，说我太胖啊，叫我去整容啊，叫我去削骨去垫皮。你这么漂亮可是他就觉得需要啊，他觉得我这样子不上进，他觉得女艺人就是要很完美。他自己很完美吗？对他长怎样？是像柳丁这样？你不要说，你没有给他一枪吗？因为他的脸。柳丁也是长得很普通啊，也不需要去整形啊。对啦，有特色啦。对，因为其实那个男朋友脸是有一点人工的样子。已经整过了。对，是你上次说的那位吗？对，就是那一位。对，他就是脸就是这样，所以他会要求我也要很就是很完美，要很完美这样。可是后面就是交往到第3、4年吧，然后我就觉得奇怪，他怎么会这么冷淡，就是很冷漠这样，都不回讯息啊什么的。然后刚好那时候就是我们有点半同居的状态，我住他家，然后我就想说，我从来我这4年多我就没有碰过他的手机跟电脑，都没有看过。那一次就是这样打开一看，哇，有密码可以直接进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电脑里面啊，哇，各种的那种对话跟截图，然后还有那个女生的照片，都是很刺激的吗？对，你讲一句会让我们吓到的。他说，没想到你那时候会魔术的手摸了我的点点点魔术。Oh my god！ 点点点是什么？我的手。点点什么意思？对啊，手3个字，点点点的。 Magic 吗？摸了我的，对不对？3个字抽不出来哦。摸了那3个点呐，就是那点点点这3个点啊。没有，他点点是说他不想讲出来，因为可能太露骨了。那还有，因为还有照片，那时候我开的时候还是即时通讯的，因为我在他家嘛，太刺激了。他在外面跟那女的在就是欢乐，直接就他们在房间照片就直接传过了。哇，那你这样看的心情是什么？这样子看那个地址啊，因为他会有详细说，地址在哪。你会想要杀过去找他们吗？没有，我就默默的一直看，然后我心脏真的跳超快，然后手在发抖。我懂了，天哪！有没有一直落泪？我没有落泪，我当下超镇定的。应该吓傻。因为我之前就觉得他很冷漠，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怪，差不多。就女生的直觉就是觉得有点怪，所以才会去看他电脑嘛。然后后来我就是边把他的那些截图啊、照片都录影下来。哇！就当做证据啊。然后嘞。后来就直接跟他对决啊，我就说你做什么事我都知道。他就开始很心虚。对。然后，但是我没有把我录下来这些东西就给他看，我就一直保留到我的电脑里面。现在还在？现在还在。那你也很可怕哎，这个要删掉了吧？如果有一天保留这种东西的人，你是想说有一天你要报复他，是不是？因为他在节目上讲过，那魔术师，搞不好魔术师会出来说你乱讲话，对啊，可以当证据保护。对啊，我就是保护自己啊。虽然我们要公布，但是我就觉得，那我当做一个保护自己。对啊，因为有的人会否认说我没有啊，什么什么的，但确实就是有啊。你要检查一下哦，搞不好已经把它变不见了。没有啊，还有可能找太 magic 啊。所以洛丽塔，你是怎么回事？我那个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呢，我认识了一个那个厂商那边的人，然后那个厂商就是骗你钱。没有骗我钱，
没有骗我钱。你长得就很好骗钱的样子啊！我没有钱给他骗啊，有的话可能会被骗。对，然后反正就是厂商代表就是长得帅帅的，然后就是反正外表是我的菜。然后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聊天，他也就是聊的比较多，他就有说他现在单身呐，然后刚跟什么很多年交往的女朋友分手什么的，就单身，所以他后来就是开始联络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也蛮正常的。然后呢，可是因为这男生就很怪，他呢就是我就是通常认识以后都会想要 IG 要脸书，对，他就跟我说我都没有在用这些社群软体，不可能。然后他给我的理由，我那时候听了觉得很合理，因为可是他是现代人吗？他现代人啊，但我现在已经知道这不合理，应该也5年前左右的事情。对，然后那时候用哪一招？他那时候跟我讲说，第一个他说上班族的生活真的很无聊，没有东西可以 po。第二个他说他之前有同事曾经在脸书抱怨老板，结果被那个多事的同事转发给老板看到，然后就被老板 fire 掉。对，他说他从此以后就很怕。他就觉得说，哇，脸书跟 IG 如果随便发一个什么东西的话，有可能被有心的人传出去。我觉得 IG 真的好危险哦，就是听起来就蛮合理的。您早上发那个限动到底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有我的工作人员会来楼下接我嘛，他们说，哎，那个老板你今天那个限动是？我说什么限动？他说哦，然后后来等到我进化妆间的时候，另外一个员工说，老板你今天发那个限时动态是什么意思？我说什么限时动态？然后我就说到底是什么限时动态？然后他们就说你自己看，然后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灰灰的灰色的毛衣吗？还是披巾 ？I don't know， 可能就不小心按到。然后他们说你是不是不小心按到？我说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发限动。结果就发。你早上有没有滑 IG？我早上有大便的时候有看一下，有看 Instagram，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发 IG， 不怎么发成限动。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按那个往右滑，这就很危险呐！我不知道，不小心发出的东西，大家然后因为好多人就跟我留言，然后就是发那张照片，然后下面写问号问号问号，只有我一个 soul mate 给我一个很棒的答案，他就是传了那张同一张照片，然后下面说好看赞。我想说 Oh my God， 好幽默哦，这个人长得很可爱，长得很可爱吗？谁？Ken 阿 Ken， 哦，好可爱啊！对啊，他好可爱，比柳丁可爱吧？他不可爱。 Ken 哥哎，如果柳丁跟阿 Ken， 你们要谁？阿 Ken。对，我问一个问题，请问有说要干嘛吗？你怎么可以就做选择？没有，就吃饭呐，吃饭啊，带Ken 哥出去比较有面子，而且他可以聊得很多啊。对。好啊，你现在去吃啊。不要录了，不要录了。我故事还没有讲完，反正他就跟我说，他就是都没有用那些社群，然后因为他给我的理由，我觉得很合理，就是我就觉得好吧，确实是还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不用也很合理，所以我就没有怀疑。但是人就是真的不能做坏事。就有一天，我有个朋友办生日，然后我就去了嘛。那去了以后就会闲聊啊，寿星问我说，哎，你最近有没有对象？我说有啊，我最近有一个很不错的对象哦，然后应该快要在一起了这样子。那当然大家都会起哄要看照片，那我就拿出了他的照片给他看。这时候呢，因为是生日会嘛，所以除了朋友之外，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朋友，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人看到凑过来看以后就说，哎，我认识他，哎，他是我朋友，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事件好小哦，原本很开心，想说哇可以聊一些他的事情，结果他就立刻说，可是他不是要结婚了吗？我就大傻眼，然后对，然后他就开他的 IG 跟脸书给我看，难怪他不，他根本有，他根本有，然后呢他告诉我他没有，是因为他的那个脸书不是有那个可以那个感情状况吗？他就是已订婚，对，有未婚妻。除此之外 ，IG 跟脸书照片都是他跟他未婚妻的，难怪他不给我。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乖的上班族，他真的是每天早上9点上班，6点下班一定跟我联络。就是那种感觉很稳定、很乖，然后随时你要跟他见面，他都可以的。对，他都一定会回的也很快。这样真的会相信。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很多人都说演艺圈很乱，上班族才乱，上班族就很淫乱。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是唯一一次。其实还有第二次，我还有另外一个，而且这个男生超俗辣，因为那时候我当下发现之后，我就立刻讯息他说，我遇到你朋友哦，那我还传跟那个人的自拍说，然后他跟我说你已经要结婚了，我也看到你的脸书跟 IG 了，那我就想说应该他会回我一些东西吧，就没有，我就从此以后被他封锁，再也没有看过这个。
脸书也封锁 ，IG 也封锁，电话也被封锁，什么LINE也全部都被封锁，这就是他的处理方式。对，直接消失。找到他未婚妻，他应该怕你找到他未婚妻，超可怕。可是我没有要可是我跟觉得他除他继续交往了这个方法，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就是讲什么好像也道歉呐。对啊，至少要说一对，声。我其实也是想要他道歉，可是后来想说算了，因为反正我们也还没有在一起，对，我们还没有在一起，那时候才那个认识大概2-3个礼拜而已。哎呦，惊险哦！对，所以一样是当过小三还是？就是有一个男朋友，他其实就是也是上班族，然后最可怕的小三呢，就是同事。对，这一种就是他会跟你说什么，你都会觉得哦，他是因为工作，他就说我是为了工作，对，然后你要是闹，他就会觉得你无理取闹，说我在工作。所以上班族那种旁边有那种同事，真的是很容易当小三，因为那一次就是他们也是真的是很大拉拉，因为就是刚开始跟我在一起嘛，我男朋友就刚好下班，他就说，哎，那我今天带一个跟我很好的女同事，我们一起去吃饭这样子。对，然后但是他就说这是我很好的女同事，因为我想说哦，因为上班大家有男有女，应该也很正常嘛。然后一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点炒饭，女生就点炒饭，然后对上面就有很多葱，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就你怎么知道这么细？真的点炒饭跟很多葱，真的，我跟你说不是因为印象深刻，因为我男朋友帮他把里面的葱一个一个挑出来，这有问题，这一定有问题。对，然后在我面前他说哦，我知道你不喜欢吃葱，所以我把葱全部挑出来，然后就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哇，公司的同事怎么会这么好？然后那个女生是什么反应？就是很理所当然就哦谢谢你这样。对，那时候我是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觉得应该就是上班同事之间的爱而已。但后来就是他们还要出国去出差，对，而且我那时候我那个男朋友他就说，哎，我要出差去哦，然后我就说你要跟谁去？他说，哎，因为公司就我跟上次介绍给你那个女同事，我们是一个 team。在铺路了已经。我那时候真的还不知道，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在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但因为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们一定要出差，因为是公司的事嘛。就你真的也是不能说你不要啊。就他们2个单独吗？对，他就说因为这个经费有限，所以只能2个出去。然后你还相信？你都已经看过挑葱的画面，那时候就觉得公司的应该是不会怎样，而且他有说他们会分房睡。结果经费都不够了，还分。可是我那时候有打电话过去，他就是视讯的时候，旁边就是也都没有女生什么之类的，他就先躲起来，他在衣柜里面，他在浴室里面洗澡，在厕所啊。你反应真的很慢。我反应是真的很慢。那时候我想哦 ，OK 这样子就可以。然后结果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是在帮我男朋友收拾行李嘛，然后行李就翻一翻，哎，现在有一条女生的内裤，就是我就以为他是不是想说。买给你之类的，对，然后呢我就去问他，然后但是他没有说什么买给我之类，他讲了一个，我也觉得就是那时候我怎么会想，他就说因为那个女同事的房间刚好热水没有了，那会干掉啊，热水没有了，内裤会干，热水没有，所以他要来到我的房间洗澡，什么？怎么可能？然后他就是忘记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可能收行李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就是一堆衣服全都丢进去这样子。我觉得是那个同事故意放在那。我也觉得，有可能因为是故意，他想要跟你那个宣战。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就想说，哦，是哦。然后重点是我你还相信了？对，我还相信。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就还跟我说，哎，那你平常会手洗内裤，你顺便把这一件洗一洗。你还手洗，我还手洗了，把这件内裤洗一洗。你帮小三洗内裤啊？天哪！我把它洗香香之后，然后给他就是说，哦，那你可以还回去你的就是女同事了。然后后来就是过了大概就是也是1年时间，但我就发现我的男朋友因为平常手机是用过了1年了，对，过了1年，然后他手机里面就是有时候都会出现一个牛肉面的电话，就是什么美美牛肉面，那个是我们家附近真的有这一间店，然后那个电话就很常在手机会响，但是我就说，哎，那你为什么这么爱吃牛肉面？对啊，为什么老板娘为什么那么常打给你？对，所以牛肉面老板娘不会打给你啊。他就说啊，因为最近我很常去下面吃，那我跟老板娘混得很熟，那还是很乖。对，然后后来老板娘打电话，后来我才发现，因为就是真的经过很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美美该不会还去质问那个老板娘？没有，我就没有去问以他熟辣的程度，他绝对会讲说是没事。对啊，老板娘你穿丁字裤吗？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就觉得很奇怪，但男朋友就给我一个我觉得很合理的理由，就是对，反正他就是说他就很常去，所以老板娘一直想要找他聊天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呢，我就
趁我男朋友睡觉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想说，那我接一下好，不然反正我也认识老板娘嘛，然后我就一接，然后他就说我要找谁谁谁，我就说，他在睡觉哦，然后那个你对面那就是话筒那边女生，她说你是谁？因为我就想说。哇，应该老板娘老板娘哪会管这个？对，而且听起来就不是老板娘的声音，听起来就是那个年轻女生的声音，应该就是她之前介绍给我的那个女同事，挑聪明。对，然后后来这件事之后，我跟你说，等下他问你是谁，你说什么？我就说我是他女朋友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说我要找他，我说他在睡觉哦，然后我说你可以等一下再打来，你还加这个打来。我真的受不了了啦！这是什么啊？你什么时候才可以争气一点？但你只要进展到什么程度？到后来之后，反正他可能晚一点有再打电话给我男朋友嘛，然后可能讲到就是可能我有接到电话了，然后我男朋友就吓到，因为他觉得我平常是不会做这样的人哦，然后结果有一天呢晚上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才就是跟他分开的，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给我喝了一个饮料，然后我就下药，然后我就喝一喝，然后我就觉得哇那天。真的是好想睡觉哦那一种，然后你还被下这故事太离奇了啦！真的，我直接睡到隔天中午，就是给你下药。你知道我后来才发现他在我饮料里面放安眠药，好变态！我是说真的，是真的，因为要干嘛？因为他不想要，对他知道我会拿他手机之后，他就害怕了，他就里面放了那个安眠药，因为他知道我很会，就是我吃那个我很会睡觉。他该不会是每天都放吧？没有，就只有那一次，因为我后来就是隔天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平常就是不会睡这么沉，然后我就是中间其实我醒来一下，但是我瞬间又睡着了，我平常是不会这样的。然后我就想到他之前有说他因为什么精神的问题去看了那个精神科，有拿安眠药这样，我想说他里面应该有放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他趁你睡觉的时候，他跑去做了什么，你也不知道。还是就在你旁边，你不知道。我只有就是睁眼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在厕所里面在那边用手机而已。这好奇怪哦，就是他也没有要干嘛，然后就把你对他可能是就是不想睡着，不想要让我可以原因，不想被打扰了。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怕我就是会比他早起来会去。要动他的手机这一件事情，可是他也是吓了你一天呢，他不是长期吓。对，但是因为我后来我知道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你有问他说你是不是给我下药？我没有讲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做这件事，因为我真的平常不会。这个人很俗辣我真的平常不会做，就是会问他这件事，因为我就是很冷静的人，就是就要过去就过去，然后后来。我就是他现在下安眠药，会不会改天就下什么毒啊？应该不会啦，他应该不会这样子做，应该不至于会杀人。对，故事听起来那个女生好像也不知道你的存在。对啊，对，那个女生好像对啊，那个女生他们见过面，还一起吃饭，怎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就知道的话，他就说你是他女朋友，他就说我也是他女朋友，就叫他起来。对啊，他怎么还会问说你是谁？怪哦。那女生知道他，我不知道，因为可能那时候我的男朋友，所以他愚蠢的程度，你们觉得1到10大概到几分？11了吧，受不了，超越10了吧？超越了，因为整个故事这么冗长，然后你都没有要去反应，也没有去没有清醒过，就是很冷静的类型。最后到底怎么？不会是他把你甩了吧？没有，最后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奇怪了，然后我就是有去问，就是他们出国那一件事情，然后我就问到一个同事，就是跟我稍微比较好的，然后我就说，他那几天是真的公司去出差吗？然后他就说，出差。没有啊，他们没有出，他们就只是请假而已。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就是他们真的有出去。然后你有去问吗？我没有去问，我不敢去问，因为我就觉得应该再问，就是会浪费力气跟就是精神。所以你就自己默默就分手。对，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分开这样子。然后我还跟他说，如果你想要跟那个女生在一起，那你们就在一起这样。你跟小三感觉很无缘呢。我觉得听这么多最离奇的是，我有一对朋友，他真的是，哇！我那时候听到，我整个吓到一整天，因为他们两个，我这样分好了，女生 A 跟女生 B， 她们是闺蜜10几年的朋友，从学生时期。然后就真的超好，就是革命情感的那种。然后2个人还一起同时找了另外2个男生交往，一起到出社会，到同一个地方工作。就是同样兴趣到同一个地方工作，到一起结婚，就是他们2对情侣还然后一起变成一个家庭，然后一起出去玩。对，就是 double day， 然后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他们是闺蜜到连婚礼都是一起举办的，很美好啊，听起来。对，超美好的。结果
就是殊不知最后小三是彼此的闺蜜，就是什么？就是他们4个人 A 跟 B 是换妻，对，哇，然后而且是1年多后才发现，因为太好了。他们的举止有点像你刚刚的故事挑葱，就是可能B 的老公帮 A 的老婆挑葱啊，或是他生病的时候，他第一个出现说因为我刚好同一个班，就是他们班是那种 shift 的班，然后就同一个班，然后就说我就去接他，带他去看医生，然后照顾他，然后因为他们买的家也是。就是在同一社区，对，因为就是可以，要不然是邻居吧，就是对社区，但不是邻居，对，然后就不同栋而已，所以他说我就先，他可以很正当的跟 B 男生可以很正当的跟 B 老婆说，我送 A 老婆回家。就是可以很正当，因为大家都太好了。可是你刚刚说他们是等于是2边交换，对，就是没有2边，就是只有 B 跟 A 在一起，但 A 就是其他2个人不知道，他们就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干净，就是好干净，很亏，整个谁亏？就是如果都是互换，我觉得交换，我觉得就互换就没有问题，这个也蛮好新的想法。但我觉得很伤因为是你身边最好的朋友。可是最后有发现吗？最后发现，而且发现的原因是，我想一下怎么讲。B 女生到 A 女生家，然后去反正就是聚餐啊，怎么样，然后就是运动完就在她家洗澡。洗澡的时候发现她的置物篮里面有她老公的衣服。然后她就说，为什么我老公衣服在你的置物篮里面？代表是脱掉洗的嘛？你就算送人家回家，你也不会去人家家洗澡嘛？对。还是他们家停水，然后需要到他们家。对啊，然后呢，他首选了，他连丁字裤他都接受了，对啊，不过是个 T 恤，还好吧？他就整套衣服，可是他自己要知道啊。那女生回他什么？他就说前几天我也忘了，他就是有点含糊，就是我也忘了，他好像有来借个厕所吧。然后我这个全都是衣服丢在里面，他就是把这件事情拿去跟我们这群朋友讲。道袍，他就开始怀疑，但他觉得他不应该怀疑她老公，所以他就来跟我们这群朋友说：“我看到我老公衣服在他家，我应该怀疑我最好的闺蜜吗？”然后我们说：“怎么可能去他家全身衣服整套在置物篮里，连包括内裤也在吗？”而且住在一起，明明就是回自己家换就这么近，为什么还要去别人家洗？然后他就又鼓起勇气再传简讯给那个她老公说：“给她朋友闺蜜，对闺蜜，她朋友说。”我可能记错了吧？可能某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我借了他衣服吧，就是又不一样的说法，所以他就开始怀疑了，他就开始在看他们的互动跟简讯，到后来他去到他们的同一个工作环境去问问看别人，其实大家都说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们有点太 close，对，然后但不敢说，因为你们真的太好，都这样回他，最后他们就真的找一天对峙。对峙的时候，4个人哦，4个人，他们就是说，我听很多人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也看到那个简讯，然后什么衣服，还有这件事情，然后要不要说？然后其实他没有说出来，但是都默认了，就默认了这件事情。所以友谊破裂，友谊破裂，但女生决定复合，就女生决定原谅老公，对。所以他们现在婚姻还在，婚姻在，但是工作场合已经完全不行，因为其实那个小三的女生，就是她闺蜜，其实还在工作场合去讲她的不好，就说我会这样当小三，其实是因为她是一个很糟糕的老婆，这样。哇，是好朋友，是好朋友真的是10几年从小一起长大的，对，一起长大，一起选学校，一起毕业，一起出社会，一起面试工作，就经历了各种大 events。我就觉得听到我整个伤人，好抓狂哦。所以要是你们会原谅老公吗？不会啊，不会。小三就赏巴掌。你们应该被劈腿，马上就是那种不再联络的吧？没有啊，你没有？我之前就有曾经有一任男朋友一直劈腿，但我还是一直劈，就是被我抓到的，应该就已经有快10次了。你还是劈车单身的？我那时候就很爱他，但我都知道他劈腿。我都知道他劈腿，但是我那时候就很爱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抓到一次你就质问他，然后就原谅他。对，后来就原谅他，然后直到后来，就是因为我跟你讲，男生就是很可恶的一点，就是你通常每次抓到啊，然后他们接下来就会把问题放到别的地方，比如说我抓到了，我看你手机抓到你劈腿了，你为什么看我手机？我现在是没有隐私吗？然后就开始那种
说要这样，然后那一次就是会分手，就是因为就是我就直接跟他说，我看你电脑，我发现你偷吃了，你为什么看我电脑？我没有隐私吗？我要跟你分手。然后他就因为这样是他提出来的，是他提出来，就我被他甩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伤心啊。可是我后来想想，我很伤心。还有一点是因为我抓到了那个小三。然后说，如果今天抓到小三，比如说像小爱呀，或者像现场这些很漂亮就算，今天那个小三就是歪狗起床，就是你会更生气，你会更生气，会想说 ，Oh my god， 我输给一个歪狗起床的女生，是有多歪狗起床？就真的歪狗起床啊，就是那种很录到不行的那种，录就算了，你会觉得是一种羞辱，偏丑这样，看起来也偏烂，对，就是真的，反正就是丑妹，就是丑妹啊，对啊，我那没有带情绪，他是论外表真的不好，外表真，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情绪，分手就回想以后还是一个丑妹，真的很生气，你是不是见仁见智啊？一个大问号，想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所以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会一直拼命求复合，我觉得有方面可能是因为觉得不甘心，然后反正那时候我为了求复合，我就是所有那时候我不喜欢他做的事情我都做，比如说因为当时那个男生他很爱喝酒，他就是然后我就很讨厌他喝酒，因为他是那种喝了酒就是一定要喝醉那种，他没有在小酌，他 every day 都是干那种纯的 whisky， 然后到最后就会在那边发酒疯，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要追回他，我每天买酒给他，买去他家送给他，然后对很贵啊，然后而且除此之外我还会准备下酒菜，你太好了，而且那段他跟我分手之后，就是我明明也知道他跟女生还有联络，然后中间我还知道有听到说还有其他女生，可是我都会装作不知道，就是之前都是一发现就立刻跑去找他吵架，但我那时候都是会忍住不跟他吵架，然后继续每天下班，你先下班了，那我今天也有买酒给你哦。所以除了酒还有什么？除了酒之外，还有就是他很喜欢去酒店啊，然后我以前都会很生气，就说不准去。后来帮他订包厢吗？没有帮他订，就在那时候他跟我说今天去酒店呢，我就没有，我可能没办法去上班，因为酒店，然后还有什么？对啊，但没有，就大概就是这2个，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还有那种，因为我通常之前在他朋友面前我都不太会讲什么好话，但那阵子如果遇到他的朋友，我都会称赞他，他觉得很有面子，对，但我以前是不会，我以前都是会那种讲不出好话的那种。可是你还是没有把他，没有，后来有追回来，后来就是半年，我盯了半年，还是因为他肝硬化，没有，需要有人照顾，他没有肝硬化，他没有肝硬化，但是后来真的有追回来，只是我后来就觉得说，这种会劈腿的男生真的不要追回来，因为我们最后分手也是因为他有劈腿。讲到如何追那个前男友复合，我觉得尤彤维超厉害的。你听过他分享？因为他之前分享过超多，然后因为之前我有朋友，他就是也是跟男朋友分手之后很难过，然后想要追回来，然后我就看到他的影片，他如果看到他的影片，我就传给我朋友看，然后就说你就照着做，他真的有追回来，真的，他有很多方法。就一开始那个两性爆红是因为挽回。然后就主要是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挽回思路都不太对，就是大家都用挽回，但其实你要让他回来，你要用吸引的。反正那时候就有一个就是女网红，然后她的 IP 是情侣的，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讲蛮冲击。就你点进她 IP，她都是跟她的男朋友很好的。对。然后呢，她就跟我讯息我说她男朋友出轨了，然后出轨一个很有钱的女生，然后在国外，他们是一起住的。然后问我怎么办，然后我就跟那个女生讲说，好，那现在这样你想挽回对不对？那请你去把家里面属于那个男生的东西全部打包，等他回来的时候，创造他的被遗弃感。就其实我们知道他是被分手的那个，对，就是女生知道其实虽然说我现在包装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其实我才是被分的人，我有被遗弃感。可是男生是不是你先甩掉他？对，男生的心态是不是觉得我等着礼拜天回来处理你这个人？我一样是处理你，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吓到，原来我全部整理好了，处理了，你可以直接走了，你可以直接走。对，可是你走了的态度很重要，你不能是打包你滚，你要打包好，就说那我们就到这。你要是自己很好的女生，哎呦，你要是很好的，不能生气，对，你不能生气，你要说至少我们很开心什么，然后你要让他很觉得你很假装高 EQ， 对，因为他跟小三也会有问题，他以后还是有问题，所以你创造了好的回忆。好的人，他到时候就会感念你的好，你要让他有愧疚感，唤起他的愧疚感，然后被遗弃感，他就会回来。所以之后你们还有人有别的方法可以让男生觉得
很后悔，怎么会跟你分手？我不是前男友遇到小三嘛，我就觉得后来分手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呢，我男朋友找的小三，你知道，就是通常小三都是那种看起来就是无害那一种，对，不一定，我找那个是真行动很奇怪，真的假的？跟他共同性质。我碰到那个就是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型，然后他皮肤就是很白，然后会透光的那一种。我有一张照片，你们看一下就知道我跟他差很多。我那时候黑到就是哇，你真的很健康，没有不好看，只是就是比较健康。有小三的照片吗？有小三的照片，那我们怎么比对？他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样怎么看？他的肤色就是像是慧文这种，就是白里透红这一种。真的吗？对，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就会觉得，他一定想要找那种反差感，所以我才想说，他会想要找这样的小三。那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也要赶快，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肤质啊那些都养好，我一定要赶快变得比较白一点，然后至少肤况不要看起来黑黑脏脏的，然后肤色不均。然后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是想说，我要先用保养品，我买了那种超级贵那种1万多块、2万多块的保养品来用。我发现真的是我的肌肤完全没有办法吸收后来我去那个美容师那边，我就有问他们为什么我的那个保养品都没有办法吸收。他说，那你就是要从体内开始做起啊，你不能只有从就是外面，对你擦那个保养品，你看吸收不进去。对你买那么贵，但是你体内没有办法做好的话，那你的保养品就等于是浪费掉了。对，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以吃一个就是胶原蛋白，然后他就有介绍给我。那我觉得今天也可以介绍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女生真的一定要好好保养自己，这样子小三才不会有。真的好。我刚刚说的那个美容师推荐给我，就是这个女神养肤粉。对这个的话，我就是大概吃了3到4周，我真的自己就是会觉得非常的有感觉，而且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小小的一包但是它可以就是满足你一天所需的胶原，而且它现在它里面有一个成分是现在欧美国家跟日本国家非常流行的，就是叫做 NMN。这个很红，对对对，很红对，就是它里面加的这个 NMN 其实是很好的，其实像是股神巴菲特然后还有那个香港的那个很有钱那个李嘉诚，对他们都有在吃那种 NMN， 就是维持自己的青春。但是但是它这里面呢，其实加的不是一般的 NMN 它是加了一个就是台日双专利的指向型的 NMN， 就是比一般型的来说，它是比较厉害的，就像是它是有点升级的概念 ，Turbo 的感觉。对，没错，因为吃了这个的话，它就不会无差别的唤起你体内的好的细胞跟坏的细胞。它就可以非常精准的帮你狙击你的老化因子，然后帮你补到你该补的，然后帮你的足量补充。因为如果你可能是吃一般的那个 NMN 的话，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性。但是吃这指向型的话，就是会非常的安全。对，然后这个要看脸素颜吗？素颜很亮，你根本不要化妆来嘛！你不用化，你脸素颜比较白。因为洗完脸，你知道皮肤都会很亮。我跟你说，真的是吃完我洗完脸，我自己都会看镜子吓一跳，就是脸会发光的那一种，就是你看年轻的感觉。对，我跟之前那个照片比，一个就是很黑，看起来很暗沉，皮肤又很干，但是这个就是非常的水亮。这个女神养肤粉啊，然后现在大家手上的应该是有莓果口味的，大家也可以吃看看。我觉得这个女神养肤粉真的是还蛮好入口的，它里面呢有加那个生态级的鱼胶原蛋白。对，大家一听到鱼胶原蛋白，是不是觉得想说会不会有腥哦？腥味？它完全没有对，是不是一打开来是那种香香的莓果香，就是很香。因为我其实也吃过很多牌子的胶原蛋白，但是它这个就是你一打开，你就是会闻到它那个莓果的香味，你不会觉得很臭，然后你吃下去会非常非常好入口的。而且它这个胶原蛋白啊，其实它的那个分子非常非常的小，它这个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啊，它是小于就是1000的道尔顿，就是代表说它的分子是非常小的，好吸收。对，所以我才可以吃3到4周，就是这么的有感觉，就已经开始发亮了。对，而且它这里面呢，其实还有加神经酰胺这也是很红的成分。对，这个应该就是大家女生一定也知道，就是神经酰胺，其实它就是可以帮我们保湿锁水的。然后再来，它里面还有加一个就是奈米的珍珠粉，变白。对，而且大家其实有一个迷思就是。胶原蛋白是不是就是女生才可以吃的？没有，男生也可以吃。对，柳丁哥哥，柳丁哥哥，
柳丁饼，学长对你也可以吃，柳丁学长因为其实男生也还蛮需要胶原的，像是有在健身，对，如果你在健身，然后如果是更年期呀、银发族都可以补充这个胶原，这很重要。对，像是女生我们不是都会进场去维修嘛，对，然后就维修的话，医生也是都会提醒你，就说你要补充适时的胶原会好的，对才可以，对。然后今天我们刚大家吃的是莓果口味嘛，然后我觉得他们家非常贴心的是，因为也知道孕妇。或者是在哺乳期的妈妈也会想要吃这种胶原蛋白，对，但是因为这个莓果口味里面是有加 Q10 的，对，所以他们比较不建议给就是可能在哺乳期的妈妈或孕妇吃，像给塔的话就是原味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好，他们都有帮那个妈妈们，所有人都想到，对，都有想到原味的也很好吃。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白天可以吃这个女神养肤粉，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其实可以吃他们家同样一家的晚上的夜酵素，可以帮助断电。早上空腹吃那个吸收，然后晚上吃这个帮助睡眠。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搭配起来，才真的可以有双重的美，就是亮亮的感觉。因为他睡得好，就真的可以好吸收。因为你现在整个脸你也很亮哎，对啊，也是很亮很亮，就早晚搭配。对，所以我觉得女生就是真的要狙击小三，就是要把自己的状态弄得更好，都养好，那些小三就是可以滚了。真的，谢谢你的分享，很棒。最后我们刚刚听了很多女生的心声，我们最后要请柳丁来讲一下。柳丁，你讲一下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你的另一半有鬼？我觉得当局者迷嘛，对不对？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就是你有时候还是要适时听朋友的话，因为他在旁边看，他有时候可是朋友会敢跟你讲真实的吗？可能就是真的，就不敢讲。对，有时候也是这样子。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柳丁？我是因为我小时候也遇过这种女生啊，就她明明就还有另外一半。所以柳丁，你发现你是会立刻分手吗？还是说你会原谅他几次？我先 hold 着。可是我觉得在小时候那个年纪，你会很舍不得这个人，很多，你会觉得说。我们那么好，我一直想到那个我们可能一起做很多事情的回忆，然后结果他居然还喜欢别人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可能？所以说是以你现在的年纪的话，你可能就是会断得很干净。就 let it go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人，就算拉他再回来，他可能会再犯，还不如就是让他去找他合适的人，我们也可以去找我们合适的人，我们又不差。我是柳丁哎。好，谢谢柳丁，谢谢柳丁的分享。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